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？凡是你不愿意看到的人，不想接纳的事儿，反而不断地让你遇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内心投射出来的影像就像镜子似的，你是张三，镜子里就不会出现李四。这也是人生8苦之一的怨憎会。内心清净便世道清明，事随人愿；内心昏暗便四面楚歌，牛鬼蛇神。一切外在的人事物所呈现的景象，皆是我们内心的映射。若明此理，无论遭遇任何境遇，马上警觉是内心的问题。这就是内观，就是观自内心的当下。人的眼睛、耳朵都是向外观听的，对别人的事儿明察秋毫，对自身的问题丝毫不觉。这就是无明。心经开篇说，观自在菩萨，就是观自内心的当下，放下执念就是菩萨。一切圣贤皆教导我们向内观，把自己搞定了，人生也就有着落了。道德经中说，知人者智，这是世智变聪，不是智慧。自知者明，即明心见性，那才是智慧呢。佛语有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之说。所以要想人生幸福，事业成功，必须用内观的方法去转念。念即是心，向成功的方向转，就会成功；向失败的方向转，必然失败。所以心想事必成乃自然之理，正是一切由心应转念，万法为实当自明。幸福美满无他法，内观自行指路灯。心经仅有260字，浓缩了600卷，大般若经，是佛陀22年所说般若波的核心，亦是整个佛法的精华。我们每时每刻的存在都离不开本体，它是含容万物，且与万物合一的永恒之体。那么这个永恒之体是谁的体呢？这个世间有一个大的、不变的、含容万法的规律存在着，并且一直存在着。我们是不是依止这个法而如是存在呢？是不是依止我们本来存在的存在而显现呢？我们的存在本身是不是法而如是呢？我们的存在是不是道法自然呢？如果万物都在这个体里面存在，那这个体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体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找到了自己的体，是不是也就找到了与万物合一的体？我们是万物的一份子，万物的体也就是我们的体。那么万物是不是在我们的体里面生的呢？既然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体，如影随形地生灭着我们现在运用的这个体，包括我们看到的和没看到的，感受到的和没有感受到的万事万物。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觉知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。如果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体一直在生着万物，万物无论是生还是灭都无法逃脱这个体，那么这个体一定是属于万物的。有形有相的我们与这个不生不灭的体的连接处在什么地方？它究竟是什么？这是所有的人乃至整个宇宙的生灵都务必要知道的问题。今天
我们就从《心经》的第一个字观开始，认识一下什么是观，何为观，如何观，观什么？灵妖。道德经里面对于观字是如何理解的？老子经常提到观这一个字，纵观老子的相关书籍，观这个字出现的次数也是很多，而这个观并非寻常的观看与洞见，而是蕴含丰富的认知论以及审美哲思的思想内容，因而观是《道德经》的文化内涵，是对世界的追问与反思，反思生命的意义，体味何为美学。因而观是自己对所想要追求的精神理想世界的一种方式。在《道德经》里，观字是什么意思？还就是观的本意，因为还原本意是像猫头鹰之形，而这猫头鹰的眼睛是十分犀利和尖锐的，甚至当时传说能够洞穿黑夜，自然观字就有了突破黑暗，识得天理混沌之意，也就代表着探求未知领域，探索神秘境地。因而观不仅是看，更是超越了视觉所能看的地步，而是看天理运行的规律，人性的规律等等。《道德经》里的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故常有，欲以观其徼。这是出现在第一章的内容，以观达到从有到无，达到对天道的初步理解与触摸，并且证实观是一种悟道的方式。人生无常，而这无常就是所谓的反反复复，没有规律，但是在老子看来，这就是规律。无常才会有常，才会有着反复的规律变化。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，在这反反复复当中就蕴含着天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子的思想会对后人的诗词骚客有着很大的影响。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。这句话的本意是说，要做到的沉稳不浮躁，做到虚静待物。然而后来的诗词文人对这句话的理解逐渐演变为淡然处之。万事流逝，这是自然规律，终将都会失去凋零，因而自己也要随遇而安，淡然平淡地看待万事万物的变化，看此间的波谲云轨。观就是最好的道路方式。万事万物是有其规律的，有着各自的道，而他所要做的就是理解他们的各自的道，并为此做出总结。然而老子为何要这样做？掌握了道，它的意义又是什么？这或许才是老子最高明的地方。知其彻底掌握了，才可以为我所用，让规律服务于我。不出户，知天下；不窥有，见天道。通过内省以天道为借鉴的对象，不断反思自己，让自己的行动更加的符合自然规律，最终达到体察万物，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。而这是总的方面。首先在审美上，观就是审美，就是一种过程，而审美的对象就是这世界的所有客体对象，这些对象又是到统领之下具象化的表现。因而
审美的观就是对道的理解。例如在《周易》里就有观照天地万物的时候，通过飞禽走兽、群象八卦来领悟天理之意，体察万事万物之情。这万事万物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，就是最重要的启蒙的东西。所观到的一切虚无、看不见的规律，都是从这里而来。这也体现了万事万物的灵活性，也说明了天理的复杂。而这灵活性，一方面来自主体认知的灵活，因为审美方式可以分为静观与动观。动观是对世界万物的动态把握过程，是一种动态的审美。这也意味着万事万物是不断的变化，因而就需要动观，不断的调整，跟上变化的节奏。而这需要的是老子所提到一种澄澈的心态。澄澈之心方，可将主观的心与超越逻辑的天道进行联动，最终达到心灵的彻悟。老子的观是对天道领悟的一种方式，而审美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具象化表现，其中还有着更多更广的内涵和寓意等待我们的发掘。02能观是智，所观是境。观有关照观察的意思。观什么呢？观我们的内心世界。内心世界之所以有烦恼，是因为对境生心，对境不生心，对境不起念，那就没有烦恼了。如何观照呢？观照、观察，从字面上来讲，都属于认识范畴的概念。能观是智，所观是境。能观是智，包括器官的眼耳鼻舌身意及其功能。器官和功能，佛教教根与识。一根指的是4种心中的肉团心，6识就是认识的能力，认识的对象是6尘。6根、6尘、6识，3个6加在一起就是18界。色声香味触法6尘，加上6根是12处。这12个地方是意识能够产生和活动的地方，所以叫12处。在此基础上加上6识，就是18界。为什么叫界呢？6根、6尘和6识，每个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不会错乱。比如说我们要喝水，水属色法，为味界。舌是属根身，是舌界，在喝水的过程中感受到水的清凉，不会产生火的感觉，这是舌识界。味界、舌界、舌识界各有界定。喝水一定是用口来喝，不会用耳朵来喝，这也是有界定的。意识认识外在的事物的时候，6根与6识各司其职，不会错乱，这叫做界。有界定、界别、界限、五蕴、12处、18界，在心经里面叫做众生法。我们都是从众生法开始修。心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观五蕴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怎么样观察到五蕴皆空呢？色法不会孤立的升起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都是有条件的，不是孤立的。这是空的第一个含义。
空的第二个含义，色法也好，受想行识也好，都有不稳定性。才起一念，马上第二念又跟上来了，不稳定，表现出五蕴的无常性。第三，色受想行识是在运动的，五蕴法都是动态的，所以是空。空的这三个含义没有先后，是同时的，所以五蕴皆空的空是正在进行中当体即空。只有当体即空，你处理问题的时候才不会产生错误的判断，不会产生执着，这样判断一定是准确的，一定不会起烦恼，一定不会有执着，一眼就把事物看得清楚。只有当体即空，我们运用起来才有意义。我们在正在进行中观察空义，才能真正度一切苦厄。如果不是在正在进行中来观察空义，那就是马后炮了。03，真空妙用自在观，摄境归心，就是照破外境外相，都是我们的真心本性显现出来的，都是空幻相，都是变幻生灭的东西。所以说应无所住，就是没有一个能让我们住的对象，不管是身体也好，房子车子也好，一切外境上的东西都是缘起的水泡泡一样，都是六尘缘影，当体即空，无法永恒独立永存。所以说一切万物本是空幻相，无法可留，无法可住，无法可执。照破外境以后，不住幻，不染万境的当下，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会自然流露显现出来。不着幻境的时候，就见自真心。我们的心就像是一面大空镜一样，所有万物万象都是大空镜里的空花，如空中之云雾一样，是因缘和合的空幻象。我们不用除这个相，它就像是我们真心本性之化身化影一样，明白一切相是虚幻的，心本不染万境，本就如如不动，以真心本空之境观我心中的宇宙万象，就是真空观，一切自自然然的显现。从心现境妙有观，自性欲缘起，就变成心，因境而生心，心能显出万境尘缘的成品物，成品相出来，宇宙万物皆是唯心所显，唯心而变现出来的。明了此心以后，就是明白了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心。心是主人翁，本无生灭，色身是皮囊幻化之身，是有生有灭的，如同水泡泡一样，是随缘聚散幻灭的一个过程。我们明白了万境万象皆是幻身幻象，皆是缘影，如云雾一样，当体即空。我们执着身体的生老病死，就是搞颠倒的身份，知见颠倒了，行为就颠倒了，那就一直会在颠倒意识里烦恼痛苦，认假为真，患得患失，强求不放，执着于空幻的东西不放，这就是执念。随着我们的执念而轮转在自己的认知牢笼里，而自困自误伤。要导正自己的知见，返璞归真，知见正确了，才能回归真身慧命。时的真身慧命就是元神归位，
明白我们的真心本性，才是一切的总源头。从这个总源头里显现出来的一切都是妙有、假有、幻有，它是真心本性的功德相，智慧相自然投射出来的空幻相。这个就是妙有观，借万境万象妙用妙行，我们才能体验和践行一切。何敢说不妙？真空妙用自在观。真心本性是一个无限广大的一个体，本无形无相，本蕴藏着无边无量的功德。它是无形无相的，但能现出有形有相的，这个叫一心三藏，就是真空不空。真空不空，什么是真空呢？就是我们自信本心，本无形无相，本自具足一切的功德、智慧、能量等等因素条件。什么是不空呢？就是我们的自信本心，当因缘具足而起的时候，就是发挥了作用时，就能现出一切无不相、无不我的万物众生之化身化相，都是幻化的一个相，称之为幻有、妙有、空幻相，能妙用妙行。什么是真空不空？就是真心本性就像一面大空镜一样，万缘万境而来，就显现出万物万象。缘不来，大空镜就空空寂寂的遍及虚空无尽处。大空镜和镜子里的相就是圆融一体的，有心就一定能显相，这是缘起性空的一个自然规律现象。那么心和境本是一体的，无真亦无假，无善无恶，因为都是空性的，都是本来无一物的。如果你说是真实的，就会执着有，这相就是颠倒；你说假，就是执空，完空也是颠倒。心是空性，相也是空性，两者一也，皆是妙用妙行的。自在用自在行，自在观，即现真性。真性不可说，言语道断也。大圆镜智圆融观，大圆镜就是形容我们的真心本性是无量无边之大的一面大空镜一样。所有的万法万物万象，皆是从这个大空镜里显现出来的。大空镜无内无外，无高无底，它是亘古永存不变的一个本体。当明白了我们的心就像这样大空镜一样，本自具足，万物众生皆在我们大空镜之中，皆在我心中。见相即见心，都是一心所化，再无其他。幻化的万物万象虽然皮囊形体不同，可是这都是随缘显化出来整体功德之相，是随缘造化，随缘而定的，本质都是一样的。万物万象皆幻，唯一真实的就是在这副皮囊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真心本性。有形有相的一切皆是空幻相，当体即空，空就是实性实相，自心一体，本无差无别。就像我们众生都是游戏玩家的身份，一切皮囊之身，功名利禄都是游戏道具，那我们还分什么你相我相，他相众生相？这就如同真心本性来了一场梦幻旅行，
梦幻游戏、梦幻电影一样，都是自造自画、自导自演自编出来的，为了妙用妙行，体验自心无边无量的功德智慧，是自然体现出来的。观自在观得很深的时候，发现一切都是空的。一旦你开始观自在，你会发现你根本不像你一直以为的那样非常了解自己，你需要重新认识自己。你会发现自己一切的经历真的都是自己的念头创造的。你会理解了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叫做命运的东西，你会真的感受到一切都是空，一切都是自己潜意识的投射。观自在是破除自己的思维惯性，是深度的认知自己，是找到自己的潜意识，是探寻生命真相，是解除一切烦恼的重要修习方法。你能观察到多少，你能观察多少时间，决定着你能收获多少。假如你能一直保持观察，能自然而然地旁观，你会发现没有所谓的自己，你原来以为的那个自己不是真的自己，那只是小我而已。在是一切的前提，没有在就没有一切。物理学中最神秘的物质量子，它是存而不在，有这个东西，但你不知道它在哪里。你不测量时，它无处不在，但又像是不存在。你测量时，你的意志决定了它在哪里。没有绝对的静，只有绝对的动。自在的本意是自由自在，想在哪里就在哪里，这就是大自在，说的就是我们的心。心本是完全自由的，心本是完全无限的，是我们生活在有限的时空，才局限了无限的心。我们需要打开自己的心。如何去打开？需要发现心的规律，也就要长期做观心、观自在的练习。贫穷的人被贫穷影响，生病的人被疾病影响，上瘾的人被各种上瘾症影响。这说明在当下状态下，这些东西是最影响你的，也是你最应该放下的。如何放下？就是去观察，不断的观察，观察它是怎么影响你的，观察它为什么可以影响你，观察被它影响之后的你是怎么样的。观察是破幻的好方法。修行人在入定中看到的幻象，可以用观来破除。普通人在生活中遇到的烦恼，也是自己臆想中的幻象，也可以用观来破除。越大的烦恼，说明意念越重，也说明幻象越稳固，需要越多的观察，需要时时去观察。华严经也说道，汝等观世心，念念常生灭，如幻无所有，而得大果报。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内心，只有内心强大，智慧才能升起。经过你的想，经过你的思维，经过你的理解，把一切诸法都看破了。生灭无常，无人，无我，无众生相，看破了，放下了，你才能自在。观自在，
不止观世音菩萨一个人，谁能观，谁都自在。放下了，看破了，你自在了，不受一切烦恼束缚，则你的生命自在了，则你的思维自在了。逆境、顺境，人我是非，什么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都能自在了。相信一切众生都是可以度的，没有不可度的众生。说有不可度的众生，是你的菩萨心不够。迷则千百劫，悟则刹那间，只是熄灭妄念，专心于一境。观是定在一个问题的基础上，再提起正念，有审查的意思，只是为了定，观是为了开智慧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观自在3个字。愿你得平安喜乐，万事胜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